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77.17，收盘价是180.1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1.95。最低价是在176.31，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呢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36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4 倍。量增 ，KD 值开口略有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增大，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是自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的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上涨中。那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并且呢也站上了前高。这里我们指的是5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回后上涨这样的一个叫做走势。那出现回后上涨，然后在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它不但确认了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而且完成了回后上涨。那这样一来，将预示着股价后续将会继续上行。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在5月19日当日这根 K 线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而且呢，股价又是连续上涨了4个交易日，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要小心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会出现补量上涨，收盘价会在182附近。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70。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会在175附近。实际在5月19日收盘价是在180.14，那在当日出现的是一个补量的上涨。那我们预测的这个补量上涨的收盘价和实际的发生虽然点位相差较多，但是呢走势是完全相同的。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就是目前的这根 K 线完成了回后上涨，并且出现了量增，所以呢后续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178这个水平线，我们已经是之前我们设定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已经站上它，我们把它删除。然后下方这个水平线呢，是我们作为5月19日日内的观察线，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我们把它也删除。好。
然后呢，目前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呢，已经连续3个交易日站上这条趋势线，我们继续保留它，还是作为观察。好，我们继续保留它。然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应该是192。我们把192变换一下颜色，192是之前我们设定的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好，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这将是股价5月22日或之后交易日如果继续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192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阻力位。那股价这一波如果继续上行，它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上方的207，也就是在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07.79。好，我们把它取整数是208。那实际上它的最终的目标是208，那也就是208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208附近。好，好，那我们会看到目前192，第一个目标将是一个阻力位。那么这一波上涨的目标将是207，那将是208。如果208被站上呢，等于是就是说站上了自3月31日以来的下跌。所以这样一来呢，如果能够站上208，那后续的目标一定是217，也就是站上217之后呢，将会继续自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也就是涨到217，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个回档的一个空头趋势，然后一旦站上217呢，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多头趋势，对，也就是上涨。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一个是192，一个是192，一个是208。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在5月22日和之后交易日如果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4，也就是5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它也是连续4个交易日齐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那也是自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的第二个底。好，那第一个底就是说4月27日的这个底，当然，我们说5月4日这根 K 线也是一个底。好，那么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64，要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然后使股价进入到短期的空头趋势。对，164如果被跌破，那股价在到达164之前啊，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然后164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52。152跌破152，将会继续自2月16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目前我们说空头的目标，总的目标一定是152，然后要继续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多头的趋势，多头的目标现在应该是217，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
这里我们指的是大的空头和大的多头。对，我们把下方的多余的线先删除，这样应该会清晰一些。好，那么多头目前大的目标就是217，然后继续长期的多头趋势，而空头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52，要继续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好，那这样一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信息，就是空头要跌破152，多头要突破217。如果我们把这个区间取一个中线，那么它是在185附近，我们加一条水平线。然后我们取一个绿颜色，是在185，185是217和152的中线。那我们会看到，自2月16日以来出现的高点和低点之间的中线在185，而目前股价在持续的短期的多头趋势，在接近185，所以我们说，我们把185当做本周的一个观察线。那如果股价继续向上，能够站上185呢，我们说股价会有希望继续上行。但是如果股价到达185这个位置，而遇压不能突破，而出现回档或者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因为如果我们把2月16日和从2月16日到4月27日这些 K 线合并之后，它的最高和最低的中线将是股价如果上行，它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如果是股价出现下行，它是比较强的支撑位。所以目前我们会看到185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好，这是我们给出的另外一个信息，185，这是本周的观察线。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对于5月22日盘中我们的观察位置，我们把它设定在176附近，176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我们把它定义为红色线，是日内观察线。那么绿色线呢是本周的观察线，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它。那日内观察线176呢，就是关注前低。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连续4个交易日的上涨，然后在5月19日出现了一个含有上影线的一个小绿 K 线。那这样一来呢，股价很有可能在5月22日或之后交易日出现回档。那在5月22日盘中，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我们要关注前低，只要股价不跌破前低，那我们说股价会继续有上行的可能。对，所以日内我们观察176。好，这是我们说对于股价日后上行下行，还有本周的观察位置和5月22日当日盘内的观察位置的一个叫做分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回忆一下，在5月17日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之后，收盘价174附近5%进场抢反弹，然后目标是178。那到了5月18日，我们
会继续持有啊，或者已经会是叫获利出场啊。那么到了5月19日，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到达了178，甚至是上方。那如果在这个位置没有获利出场呢，会是继续持有。那在5月19日的收盘价附近，也就是180.14，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继续加仓，也就是10%加仓。那目标呢，就是我们要做多，要不断的加仓，一直加到我们说的50%，加到全仓是50%的账户的资金量。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多头操作。当然，在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现在已经是5月22日的盘前。那我们说，在5月19日收盘前后可以进场加仓。那在5月22日的盘前交易时段，也是可以进场加仓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没有结束。那对于这个加仓之后，一共是有15%的仓位了。那么成本呢，我们计算是在178附近，应该是，那么我们要给出这个仓位的止损位，因为它还没有获利。那止损位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74到176之间，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止损位守174，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5月22日，如果收盘价跌破了当日的5日均线值，那么这个仓位要即刻出场。好，这个是我们说的多头的第一个操作。然后第二个，如果在5月17日没有进场，那在5月18日我们当日的视频，盘前的视频我们是不建议进场的，因为出现的是量缩，对。那到了5月19日，我们会看到它出现了一个补量的上涨。虽然说当日是一个含有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并且连续上涨了4个交易日，但是在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就是说当日 K 线站上前高，前一日 K 线最高，出现了量增，并且收盘价又突破了前高，我们指的是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的前高。那基于这些信息，那在5月19日的收盘价180.14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那么在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呢，是5%的仓位进场，然后目标是185，就是我们之前给出的这个观察位。那对于这5%的进场抢反弹的止损位，同样是守5日均线值，我们守174。好，那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哈，180这个位置5%进场抢反弹的目标是185，实际上这个185也是对于之前有进场做多，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做多的仓位是在这个地方5%进场，在这个地方是加仓10%。那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做多，但是如果在5月22日股价到达185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获利出场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之前如果有多头的仓位，
那之后，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交易日可以进场抢反弹，并且我们给出了抢反弹的目标位之后，那这个目标位将也是对于之前的多头的仓位的。太啰嗦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说清楚。好，那这是抢反弹的仓位，我们也描述完了。目前我们有2个多头的仓位。好，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空头，在5月22日开盘之后，如果股价上行，从收盘价180一直到上方的185，在这个区间，我们认为会有空头的建仓。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对于5月22日是在167附近。那么这个仓位如果建仓，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192，他们会守192。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2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82，一直到185，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这是第一个压力。那第二个压力就是192。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是各条均线值。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74到176，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低。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71到172附近。第三个支撑是167，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有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0，上方最高会到达185，收盘会收在183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在当日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1，最低下方会到达172，收盘会收在173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